哇塞，这个汤实在是太棒了！秋天又到了吃莲藕的季节，面对这种干燥的季节，我们要多吃点蔬菜和水果，同样还要多喝点汤水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广东的老火靓汤，就是这一款莲藕排骨汤。首先我们在挑选莲藕的时候，一定要区分粉藕和脆藕。你是不是总是会买错呢？今天我教你几招轻松的辨别。要是拿来煲汤的话，我们首选粉藕。如果莲藕的外皮颜色比较深，而且上面还布满了小麻点，摸起来的手感会比较粗糙。如果把差不多大小的莲藕拿在手上，比较重的那个基本就是粉藕了。因为粉藕中所含的淀粉要比脆藕中所含的淀粉量要高一点，因此就会更重。而脆藕的表面会相对洁白通透一点，颜色也是较为偏白。另外还有一种办法，如果菜摊的老板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把一节的莲藕给掰断。如果藕丝比较密集，那就是粉藕；如果藕丝很少的话，那就基本是脆藕。把莲藕买回来后，我们先用清水给它浸泡，然后再简单的清洗一下，清洗掉莲藕表面的泥沙。今天挑了几根莲藕，但是现在莲藕便宜，所以我就多买了2根。我们在选购莲藕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这种两头都是完好的。如果选择那种被挖烂的，有可能在挖的过程中有淤泥进去了，所以的话就是特别难清洗一点。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完好的，把它的皮去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挖莲藕的时候不小心挖断的，这样的话它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淤泥在里面。我们的话尽量就不要选择这种。去皮之后把它清洗干净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由于在挖莲藕的时候，或者是运输的途中割碰到，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里氧化变黑，变成褐色，这一点点不影响。这时候把它的藕节去掉，这个位置口感会比较硬一点，就不要了。把它切成滚刀块。切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盘中，然后把它清洗一下。如果里面是有泥沙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。今天还买了2块龙骨，煲汤我个人建议用龙骨比较好，用筒骨的话它比较油。把剁好的龙骨把它放进来清洗一下。把它的血水洗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煲汤的姜片，煲汤的姜一定要选择老姜，把它切成片装起。接下来加1小片的8月年陈皮，再来1个蜜枣，这道汤1个蜜枣就足够了。这就是我们广东的煲汤3件宝：陈皮、老姜加蜜枣。煲这个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辅料，就是这一个新鲜的花生2把，给它加点水来清洗一下。把它清洗了之后，加一点水来先把它浸泡一下，放开备用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把这个龙骨凉水下锅，给它焯一下。
为什么要用凉水下锅给它焯水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会慢慢的把排骨里面的血水给它逼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多么浑浊的，就是逼出血水了。等到水开之后，把这些浮沫、脏东西把它撇掉、打掉，非常脏的。等到排骨焯透水了，把它捞出来，冲洗干净。用清水把龙骨表面的血沫把它清洗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取一个干净的砂锅，然后把焯过水的排骨、还有莲藕、还有花生给它加进来。最后，我们的广东煲汤三件宝：陈皮、老姜加蜜枣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开水进来了。煲汤的水量尽量一次性给它加足，然后开火，大火把它烧开，然后再转为小火，用小火把它煲1个时辰。接下来就可以交给时间了。喂。喂，来宝，你最近太调皮了，知道吗？太调皮了。1 hour later，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煲了1个时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汤料已经煲得非常的软烂了。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，加适量的精盐就可以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。调味了之后，把刚刚下的精盐轻轻的搅拌均匀。喜欢这道汤的可以收藏起来，下次试做一下。这一款汤水汤色浓郁、清淡又滋补，最适合秋天喝，既养生又能给身体补充水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